这一次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人敲碗的，A7R5。本来我知道我们在直播跟之前一些影片里面有提过，就是我们应该不会测 A7R5，我食言而肥，我把我之前讲过话吞下去，因为我们之前真的没有收到 Sony 的邀请，所以呢，我想说我们应该就不会去借到了，因为 A7R5 呢应该也是一台我不会去购买的相机，所以我就觉得 OK， 那应该没机会了。结果没有想到，就在我直播上面跟大家讲完说，我基本上我应该是不会测，之后的隔天，Sony 就寄一封信来说，我们刚好最近有个拍摄。其实也不是真的他借我们 A7R5，只是因为我要帮 Sony 那边Sony 的频道那边呢去分享一下 A7R5 的使用心得，所以呢他就先借了我几天，让我先体验一下。那既然我都借到了，那我们频道呢当然也要自己拍一支片，所以我猜这支影片上的时候呢 ，Sony 那边的片应该已经上了。那大家如果也想要看一下我在 Sony 那边讲了什么的话，可以再去看那边会针对对焦部分讲的比较多。因为那个 Sony 官方拍的嘛，跟 Kimi 一起拍，应该蛮有趣的。虽然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没拍，但我猜应该蛮有趣的吧。总之我们今天来简单分享一下。那我相信A7R5 到现在其实我看到从一开始可能台湾比较少人去分享，到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包含网络上文章，包含 YouTube， 包含很多体验会大家都有很多摄影师都有去参加那个体验会虽然我没有去就是很临时拿到之后呢，我就很急的用，因为呢，其实我大概只有3天时间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拍摄，我就很快速的去体验了一下。那包含呢，我在前一天刚好有一场婚礼所以我在婚礼上呢，就直接拿 A7R5 跟 A7IV 一起拍一场婚礼。拍完的心得呢，直接告诉大家，我跟你讲，真的可以买一台，不开玩笑。我就直接讲我的结论，就是如果你今天呢，你有打算用2台相机来同时工作，比如说你今天是拍婚礼，你用双机，你原本呢已经从 A7III 多买了一台 A7IV， 你现在有一台 A7IV 了，但你另外一台呢可能是旧一点的机身，你有想要升级，你想是不是再买一台 A7IV， 2台 A7IV 一起工作，机子用起来比较 balance？跟你讲，加一点预算买一台这个不吃亏，为什么呢？跟大家分享几个我觉得不吃亏的理由。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已经讲很久了，就是它翻转萤幕的部分。它这次翻转萤幕呢，很明显的就是把 A7III 的萤幕跟 A7IV 的萤幕装在一起。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有以前 A7III 的这种上翻，标准式的上翻，这样看起来就跟 A7III 一模一样。但是呢，它也有 A7IV 的外翻的这个萤幕使用方法呢就跟 A7IV 一模一样。所以这个萤幕呢，等于说就是先装了一个 A7III 的底架，再装上了一个 A7IV 的萤幕就是一个拼装的感觉。但是呢，不要小看这个拼装，一这样拼装之后呢，使用度我觉得大幅提升它的实用性。除了不能够直接很任性的从这边直翻之外呢，其他所有你需要翻到的角度呢，基本上都给你了。而且它这样子拼装之后呢，它厚度增加了。你会说，厚度增加不是比较烂吗？因为原本是比较包进去的，它这样等于外面外凸了。我这几天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它这样外凸之后反而比较不会卡到这边的线。如果你这边要装一些线的话，像比如说我可能要连机拍摄或什么，这个线有时候会跟这个 A7IV 的萤幕其实会有点卡到。但你装上这个你看它可以往后退这么多，所以你往后退这么多之后呢，你要转萤幕就不会打到这里的线了。神奇了吧？这个很不错吧？如果以录影来说，但是郑颖就会吐槽说，录影不会买这一台吧？这个是我觉得它一个蛮有趣的，我觉得小方便的地方就是有点意外。那对于很多就是像我一样拍照很喜欢这个角度拍摄的人因为它现在回到了有 A7III 的这种拍摄模式所以我的水平垂直可以抓得比较好。虽然说我已经开始有点习惯 A7IV 有点错开来的感觉但是当然如果能够拉回中间的话，我觉得在拍摄上当然是比较好的事情。我们都希望主控权在自己手上，所以以这个翻转萤幕来说我觉得它本身就已经很值得了。再来呢，就是它全部的配置呢都跟 A7IV 一模一样，所以我自己会认为就是从 A7 1代、2代、3代，就1代、2代、3代机身，到了 A7R4 A1， 我觉得那个算是4代的机身。那从 A7IV 到这个我觉得它有点算是 4.5 代，就它的改动的幅度没有那么大，但是呢，整体而言其实变化了不少操作上的感觉。我也不觉得他说好就5代了，因为整握把感觉是一样的。可是呢，包含了它摄影录影的这个双层式的这个旋钮的配置，还有它这个可以自定义的最右边这个滚轮，我觉得它都是能够大幅帮助你拍摄方便的东西那所以这样子组合起来呢，我觉得它跟 A7IV 一起搭配使用我觉得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A7R4 吧。虽然说很多人会说它的6100万画素没有提升太多但是因为我刚好看了包含像无视后期的影片其实我们应该都知道，就是其实像素它的往上拓展是有一个极限的。那我觉得
如果今天能够好好的稳稳的保持住6100万画素的话，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也许你有更大的画素需求，你应该再往可能 maybe 中片幅或更以上的机种再去购买，这我不知道这个太学术的东西呢，我们就交给一些比较专业的频道。那我们比较偏重在于使用上的体验。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它的对焦性能真的强很多，尤其是呢，它有2个东西，我觉得在我拍摄上有大幅度的变化。在之前用包含像 A73、A74 的时候我觉得脸部辨识跟眼部辨识已经让我觉得拍照已经变得很容易、很轻松了。但是呢，以眼部辨识来说有一个蛮大的问题，就是当今天 model 背向往前跑的时候如果这附近有其他人物的话，很容易相机会优先抓到其他人物的脸孔。像我们今天出去外拍，我们拍佳佳在市场里面走动的时候呢，如果我今天呢在正常情况下，我虽然说我对焦对到佳佳的眼睛，但是它一个转身，我可能人脸辨识会抓到旁边菜贩阿姨们的眼睛或脸孔，那对焦点就跑掉，那我要再把它移回佳佳身上是困难的。但是呢，因为它现在呢，它不只可以侦测人眼人脸，它还可以辨识到人的躯干。也就是当佳佳转身离去的时候呢，它可以先侦测到后脑勺，除了后脑勺之外呢，它可以侦测到你的背部，就是它会侦测就是有手有脚的东西然后它会抓到背部上，会变成一个长方形的框，所以你很明显的会从它的人脸转到背后的后脑勺，再接到躯干。那像佳佳后来有一些拿伞的画面呢，它都可以直接接到它的躯干，可以抓得到那个肢体的动作。然后呢，再让佳佳再转回来的时候呢，对焦点又会再回到佳佳的脸上面。所以这个我觉得在于你要拍摄一些跑跳比较快的画面，你要拍摄一些人物就是比较活动力比较强的，可能拍小孩子之类的，我觉得它在对焦性能上面呢非常的强。那我相信这个对焦的 AI 的这种功能在未来呢应该会下放给 A75或者是 A12。接下来我相信下一个 generation 的 Sony 相机呢，应该都有这样的功能。但是呢，如果今天你跟我一样是以拍照为主，你可能不会买到 A2 这种高阶的相机的话，那也许 maybe 你要等到下一台 A75， 你要再等3年，因为 A74 才出没多久。那你现在如果就有2台机身的需求，同时你又跟我一样不是很喜欢只用1台，你不是很喜欢2台相机都买同一个型号，你会觉得我同一个相机买2台好像有点阿杂。如果你跟我一样有这种毛病的话，那我觉得 A7R5它是可以跟 A74 很好搭配的一台相机，尤其在双机上使用。那你说，这个档案太大那个到此你不是说你不会用到这么大档案的相机吗？但是因为它可以选择比较小的档案格式，所以你可以先做一个内部的裁剪，可以选中等大小的弱档。然后呢，就因为它的像素其实还是很大，所以呢，你可以跟我一样，就是像我在使用 A7 的时候呢，我会把 APS 模式放在我的快捷键上面。那这一台呢更容易。如果你今天，比如说我今天婚礼双机，我可能一手是一颗广角镜，一手可能是望远，可能是50或者是85。我今天临时想要拍特写一点，我当然可以回家之后再裁，但是呢，我也可以现场接 APS 模式裁切，我可以更清楚看到我在拍什么东西所以它多了一点点弹性就是它多一个裁切，因为它的像素够大，你裁完了还是很大就是以一般的活动记录，我觉得交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我才会说这2台搭配起来，如果你的预算可以再往上抬个3万4万，那我会觉得你一台 A74 配上一台 A7R5 算是相当划算的双机组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它最强最棒的地方呢，我先讲了，因为如果我讲错了，不好意思，大家体谅我，因为我就是一个可能没有这么真的完全熟悉的一个人。但是呢，我记得之前在于选择脸部辨识的时候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让你在不同的脸孔之间做切换。比如说我像前面现在站的那个郑颖跟玉涵在那个地方，我把我的对焦区域呢改成宽，然后呢我开启脸部辨识之后呢，我只要拨动摇杆，我可以很轻松的选择我要对郑颖或者对玉涵，它会有个框框下面会多一条橘色的线，那条橘色的线呢在谁的下面，我在半按快门的时候呢，那个对焦的那个脸部跟眼部就对到他身上。我记得我们有录一段是我在拍摄佳佳跟玉涵都站在前面那我可以很随意的去移动我的对焦区域，我是要在佳佳身上还是在玉涵身上，我就要移过去，再半按快门，那个绿色框就会锁在那个人身上。我那天在婚礼上呢，我有尝试过，当那个主婚人跟新人在台上敬脚的时候呢，因为他们话稍微讲的比较长一点，所以我有点充裕的时间，我就在那边玩了一下。台上站了6个人，我依然可以一个一个去选择，甚至呢，连前面呢有一些宾客在前面呢，我都可以选到前面的宾客。只要他后脑勺什么有被这台相机辨识到，就可以很自在的去选择。当然，
那些辨识到后脑勺的感觉，那个辨识强度比较弱，所以呢，它还是会集中优先抓到台上那些脸比较清楚的人。所以我觉得在选择对焦上非常的方便。然后呢，我还想到一个非常疯狂的组合方式。如果你今天不跟我一样你没有使用 M 模式拍摄的习惯，你习惯用 A 模式或 P 模式或是 S 模式在做相机的曝光，那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用点测光。那你都知道嘛，我们现在的相机呢，基本上测光点、联动、对焦点已经是基本中的基本了。所以你可以做什么事情？你可以把你的测光点、点测光点跟对焦点联动之后呢，你开启脸部辨识，你只要把你的对焦点选到谁的脸身上，那个人的曝光就是正确的。所以呢，当今天几个人呢身处在不同亮度环境下，你同时要来回的做切换拍摄，你可能会有这种曝光调整的需求的话，也许你可以尝试试试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combo 就是你把你的曝光做成点测光，然后呢跟对焦点联动，再把你的那个对焦区域设成宽，然后呢针对每个脸呢去做辨识。你今天呢把你的那个对焦点移到郑怡的脸上，郑怡的曝光就是对的；移到玉涵脸上，玉涵脸曝光就是对的。所以这样在拍摄的时候呢，你在测光这些事情上就会变得非常的轻松跟简单。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有趣的事情我觉得很多时候，尤其在入门之后拍摄，其实对于测光这些东西都比较不是那么好掌握的话，我觉得现在的功能已经多到，就是如果你稍微去理解一下它运作的规则，然后去改变一下你拍摄的思维，它其实光靠这个可以帮你很多。甚至你在街拍，如果你就街头快拍的话，它这个我相信也是一个很实用的技能，因为有时候我们拍到会比拍好来的优先重要。那你怎么样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 catch 到一个影像？其实有时候把一部分的东西交给相机来处理呢，可能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OK， 大概就这样子简单分享几个我觉得我用这台相机用到现在，因为我只用了大概目前第2天啦，我就拍1天婚礼跟拍1天人像，所以我能够感受到的东西可能还不是那么多。但是呢，光就这几点呢，我就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如果今天呢我有预算，我需要再买一台跟 A7 搭配的相机，我真的会考虑。我考虑它的比重大概会是 70%，A7 是 30%， 那中间的那个 30% 的差距就是你荷包里够不够那3-4万块来补这台的差价。但如果有的话呢，我会觉得可能是可以考虑的。那又或者是你原本是 A7R3， 我觉得 A7R4 可能太近了啦，但如果你是 A7R3 的用户，你想要升级的话包君满意没有问题毕竟差了2代，我相信差的东西有点多。那所有 A74 我们之前介绍过那些什么对焦图那些功能这边全部都有。那以录影的规格上来说，我们今天就不多做介绍，但是像它也可以录 8K。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网络上已经太多影片了，我们就因为你知道我才测2天，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在录影，所以我就不要班门弄斧讲太多。总之，我相信你需要的资讯呢，跟我能够想要先给你的资讯呢，就这些。那我不知道后续还有没有机会再玩到啦，但如果之后有机会再玩到的话，我应该会再好好的再研究一下。但如果没有的话，我相信啦，就光这几点呢，也够表达我就是这2天用完的心得跟感想。好，就这样分享给你。总之是这样，那我都 OK 的道慈。那在录影的是玉涵，旁边当兵放假的是郑怡，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拜拜。